大家好，我是维维老师。今天这个视频，我来对过去许多咨询我人体绘画学生问题进行一个统合性的回答。如果感兴趣，3年以下上车。那么这些问题大概有这4类，想要了解这不同几类的目标的学生，可以直接跳到对应的进度。那我先从第一个开始。有一些同学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动态速写，感觉非常的流畅、优美、潇洒，最重要的是好像看上去很简单。于是经常会有学生问，那我能不能从这样的开始直接画，从这种速写开始学习，好像很简单，然后我再慢慢的过渡到那些比较复杂的人体绘画。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因为很多书里面也是这么想的，并且也是这么设计和教学的。实际情况怎样呢？我们来看一看案例。这看似潦草的1-2根线，大腿的长度、小腿的长度都是合适的。这看似简单的一条弧线，停的位置刚好是胸腔的位置。我这么说就是想告诉大家，它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非常的复杂。那种看上去简单的东西，想要画得好看很难，因为把一个东西做得简洁，远比把一个东西做得复杂要难得多。所以这些动态速写画得好，通常不是因为他们先练习了这个，原因恰恰相反，往往是他们先画过非常复杂的人体素描，才把这种动态速写画得很好。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这位人体大师，你看他在不同的章节里都示范过类似的动态速写，轻轻松松的徒手画一个椭圆，然后很轻松的把整个人体的脉络勾勒出来。一条弧线下来，哪条弧线是用来包裹体积，哪一条弧线是交代背部的位置，哪一条弧线是大腿和小腿，都弯得非常合适。看上去很简单的10几秒甚至是几秒钟画出来的线，实际上非常难把控。不信的同学可以试一试，试了你就会感觉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在迈克尔的这本书里呢，他对动态速写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他说，快速的速写并不是要追求画得准和像，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抽象的练习，它是为了提炼和夸张特征。因为懂得了各种极端形态的表达，所以才能够更好的表达各种微妙的情绪。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种动态速写实际上不是画出来的，它是观察设计出来的。而且他画动态速写的重点不是为了画得像，是为了把那些人物的情绪特征表现出来。当然，什么是情绪特征，什么是动态，几乎没有任何一本人体教学的书把它说得很清楚。比如伯里曼会说要有一条垂直的轴线保持它的动态平衡，迈克尔会说要有一条弧线从头贯穿到尾，还有人说要用几何形来表达造型上的平衡。但是保持重心的轴线究竟是哪条轴线？这么一条贯穿人体的弧线是哪一条？是脊椎还是身体的外轮廓？又或者是抽象的概括线条？为什么这样的线条就有情绪，就有力量？理由是什么？这些都没有人说清楚过。虽然他们说不清楚，但是他们都共同干过的事情，就是先系统的学习了不那么动态的、不那么快速的，相反却非常写实的古典人体。我想告诉大家，真的想要画好人体，实际上核心需要的能力不是练习几分钟几秒钟的速写，而是先把整个人体都学会了，然后再去画这些。因为动态速写实际上是你在这个复杂的人体上做减法以后减出来的形状，你只有先了解原本的复杂版本，才能够在动态的这种简化版本中画得足够的准确，足够的合理，你才有资格去设计人体。而设计人体就像做菜，没有练习过慢慢画写实人体，就像做菜没有食材。学习人体就要先老老实实的慢慢画，然后用心学习各种设计改造人体的美学思路，二者缺一不可。我们来看这2张，这就是个很典型的案例，画得非常的优美漂亮，你能够感觉到它强烈的动态，每一条线都很流畅，对肌肉的改造做得非常恰当。对，我用的这个词是改造，真实的肌肉是不可能变出如此优美的姿态的，必须得用线条把它进行优化。大家看这2张，基本上就是对着图片在画的。有的人可能会以为是不是线条操控能力比他们好很多，实际上没有。你们仔细看这些线条，他们都一样可以画得非常的利索流畅，核心的区别就是他们没有带着这种设计意识去设计动态，只是单纯的想要把人体画出来。而一个好看的人体是需要设计的，不是单纯的模仿就能画出来的东西。OK， 总结来说，从动态速写开始练习是一个视觉上看上去很合理，但实际操作上非常不合理的学习路线，因为它非常的难。画这种动态速写并不会让你觉得自己画人的能力变强了，他们只会让你深刻意识到自己是有多垃圾。讲完第一个了，觉得有用的话，点赞3连一下，我们继续下一个。
那么另外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小时候想要画画或者学过画画，但是高中由于家里人不支持，没有走这个专业路线，后面长大有时间了想重新开始学，可能和我小时候一样啊，一直有一个想要画裸体的梦想，想想就很激动。他就想到自己以前的同学是高考参加即兴学数学的，那自己是不是可以从这种高考数学开始练习呢？那你看高考的数学差不多就是这种风格的。这一张就是属于画的比较好的了，线条流畅，比例基本上准确，人体的体块参差，线条的疏密关系都可以。但是看教学不能看刚才这些画的好的特例，你要看他这个教学体系下大部分人实际练出来的情况，大部分人画出来的差不多是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包括这些，这才是大部分高二才开始集训的零基础小白在高考培训下封闭训练8个月的数学实际水准。那这些实际水准的问题，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比例不协调，身体姿态很别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想要快速的在短时间内把线条和比例都画得那么准确，本来就是非常难的事情。以前的大师们是要学很多年的呀，但是高考的学生们只学8个月啊，8个月的时间不仅仅要学数学，还要学素描、学色彩、学设计、学创作，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渐渐的到后面，为了针对这种考试的需求，就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学习方式。有一部分老师就直接把市面上比较好的范本打印成练习册，对着上面开始描，就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练字描红一样，把每一个关节每个局部都这么描，反复大量的练，就像练习写字一样。表面上练习的是人体，实际上练习的是一个复杂的文字符号，就是把每个步骤每个笔画都进行了专门的训练。那最后画出来的人体当然是这些符号的组合。如果他的考试题目里面要画的人体，或者他想象中想画的人体和他描过的人体是非常相似的，那他就能够比较好的画出来。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会很难画。他可能会把印象中某个角度的腿和另外一个角度的头进行结合。由于没有这个对应的范本经验，没有真正的训练过核心基础能力，也就是空间想象能力，那么这个拼贴出来的比例会非常的难受。所以你也看到了，这样训练下来的人体大部分只能画这种考前风格，天花板被限制得很死，这就是典型的应试套路啊！为了考试这样的目的才出来的教学，和我们以后真实绘画的需求是严重脱节的。你没有学会人体，你只能在这个教学中学会一套复杂的符号。总结来说，如果你不是一个需要参加考试的人，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话，我不推荐你从这种考前教学开始学。还有一类同学，以上那些比较写实的都不喜欢，他就是喜欢画动漫，尤其是各种动漫人体。那么直接学动漫人体是 OK 的吗？我其实看过很多本动漫人体的绘画教材，也练习过它们。那这一套是我练习过的里面最推荐的，就是《超级漫画素描技法》这套书。这套书画的不错啊，虽然这个线条看上去潦草，但实际上画的很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都画得很明显。我们看这套书的另外一本，在作者的实际作画过程中，是先画一个椭圆的球，画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再标记五官轮廓的位置，就是画这种十字线，然后慢慢把轮廓勾出来，一点一点的添加细节。看上去是不是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很多小白在画球这一步就崩掉了，根本就画不准。还有一部分小白是拿着板绘跟着学的，画一条线就撤回一条，画一条就撤回一条，就是画不出这种弧度和感觉。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原作者完全知道这个是肩，这个是大臂，这个是胳膊，他知道解剖，知道位置，知道比例，所以他知道这条线画到哪里结束是合适的。而你没有学这些东西之前直接去画，当然是死路一条。其实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动漫教材都是有门槛的，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又或者是美国，绝大部分的漫画教学的作者都是从专业的美院里面毕业的，也就是他们是之前先学了很多年的素描色彩，把那些很基础的东西都学完了，然后才来画这个动漫的。当他徒手画一个球的时候，他以为很简单，实际上那里面包含着透视，包含着比例，包含着各种空间想象的能力，这些都是知识的诅咒啊，他们都已经忘记了。他们说跟着画就好了，等到你真的画的时候就天崩地裂了。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实的呢？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呀，我也有这样的知识诅咒。当年我第一次看到《铅笔素描的乐趣》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有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他力图想让小白也享受到绘画的乐趣，
所以设计了这种老头乐。什么意思啊？就是从一个球开始画各种老头，它其实是想告诉你这种几何体组装。它告诉你一开始先画这些歪歪扭扭的都没问题，只要加上这些线，你就有变成这种老头的可能。可实际情况就是，我给很多小白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小白一画就崩了，连这个球都画不准。这些看上去歪歪扭扭的球很难，路米斯根本不知道他已经有多厉害了，他忘掉了。你看这一条弧线下来，其实这个位置是眼睛停止的位置，下面这个是嘴唇的肌肉的位置，后面这个地方你看为什么这里弯一下？因为这里是后脑勺结束的位置。所以说他即使画了一个比例失调的椭圆，当然是他认为的那种，但是他在哪个地方停止都是跟他之前学习解剖息息相关的。他首先画好了那些复杂的人体，然后才把这些圆画得如此轻松又简单。很少有作者用心的告诉你怎么把一个椭圆画好，如何获得这种空间转向的能力。路米斯已经是市面上所有人体教学书里面讲的相对多一点的了，但他还是没有细讲，他就是示范出他觉得简单的，而你又画不出来的这些东西。还有，你们看过这些顶级绘画大佬的作品吗？我们来看一下，知乎上有个问题叫做画工很强的日本漫画家有哪些？我们可以来看看。很多人都说是井上雄彦，画得非常好，你仔细看一下，其实这里的每一根线条的转折，每一个起伏都和肌肉的变化息息相关，他其实画得很写实啊。包括一拳超人的作者春田雄介，你看这肌肉和真实的人体肌肉有啥区别？这些动漫二次元其实真正简化的主要是脸，它剩下的人体的各个部分和传统的古典人体根本就没啥区别。想要画到这种水平，绝大部分拥有顶级画工的漫画家就是从学院派的体系里学好以后，从写实绘画中出来进行一种降维打击。你想画的真的好，还是得从写实的绘画开始学。那么还有一部分学生呢，看了我之前推荐的那86本书的视频，从里面了解到了人体学习的基本逻辑。首先要先记住名词，然后知道这里有哪些肌肉，然后把这些比例记住，再把整个东西全部几何化，通过几何体把它们重新组装成模型，最后再参与到实战中。那其实名词化、比例化、几何化，这些都是难以分割的3个部分，把它们分开来学其实是非常累的，而且效率很低。以我推荐的这本《如何默写人体》为例，这本书就是完全教你解剖知识比例的，它会把每个地方的比例都跟你说清楚。这是市面上现有书籍里面唯一一本把比例讲得很具体的书，它会具体到每一个部分在哪个部分的几分之几。其实这本书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数据，这些数据你要背下来。那他教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教的呢？他会给你正面、侧面多个角度，还有内侧、外侧各个角度的一些比例数据，然后教你一步步如何把肌肉加上去，把比例清楚的往上面一点一点画出来。重要的不是真实的骨骼怎么画，而是具体的比例怎么画。我当然是有系统学习过这些的，我的练习体验就是非常的麻烦，因为这本书本来就由于翻译问题，有些数据都是错的。抛开这些翻译的麻烦不讲，光是这些比例数据，可能我第一天背下来这一部分，第二天就忘了个七七八八，然后第3天再重复，再忘再重复。最重要的是，它是以一种平面的方式在教你理解这个比例和肌肉的。它用线段和图形简化了原本立体的骨骼和肌肉，会导致你记住的全是一堆图形符号。等到你真实要去画一种你脑海里想象的角度的时候，不好意思，画不出来，想象不出来。这本书学完，其实你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它示范的这个样子，画出这些常规角度的人体，非常规状态的基本上不能画，而且你也没有办法画得很好看，你只能把这个比例画成这个样子。因为这本书只是单纯的在教比例，它完全不在乎美感这个事情，因此它画的人体很丑。这就是把比例解剖和几何以及实战进行分割之后的结果。那几何化这个阶段呢？几何化这个阶段也是需要深刻的学习和记忆的。在我之前推荐的迈克尔的这本《人体创造与设计》里面，其实就是把人体的肌肉当成几何体来替代了，这也是西方大部分绘画教学里的主流思路。你看这里面用圆柱代替骨骼，用这种多面体嵌套在上面代表三角肌，它的每一个部分都用几何体重新概括了一遍。但是由于迈克尔的核心逻辑是鼓励你自己去设计，他并没有给出一个一定的标准，告诉你每块肌肉一定要概括成什么几何体，所以你整体体验下来你是不知道如何概括的，没有规定的法则，也没有系统的比例教学，解剖的名词也没有先教，所以你并不清楚这到底是哪块肌肉，它多长多短都不知道。没有比例系统的制约，就没有办法拥有准确度，
这就是市面上大部分教材的实际情况。每一个教材都说了其中一部分，但是都没有把三者统合的放在一个整体的角度上来教，全是割裂状态的。无论是哪一本书，都存在着知识的诅咒，尤其是人体这个领域。那么通过前面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应该发现了，那个叫知识的诅咒的东西频繁的出现，它几乎就是我在做教学时最大的敌人。或者说，当一个老师最重要的任务，可能就是为了把这个诅咒给破除。那么我们平常在做课的过程中，我是怎么来处理这个诅咒的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首先要先发现这个诅咒的存在，在我们自己教学的处理过程中，设计好课程和大纲以后，我会把每个作业至少画3遍。第一遍是先画一遍草稿，在这个过程中把思路梳理清楚，就是我在画这个画的过程中，先画了哪部分，后画了哪一部分，整个脉络的逻辑是怎样的，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再画一遍完整的。在这个过程中，重点是关注细节操作上的卡点，就是我在画一些细节的时候，会想到学生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卡住，我就停下来做记录。第一遍相当于做思路，第二遍再做细节，2遍都做完了以后，最后再完整画一遍，完全的按照我梳理清楚后的思路和操作方法来。那么这套流程就是自我发现，我会按照我的理解，找到我认为的小白可能会遇到的那个卡点，也就是知识的诅咒是什么。那么接下来会进入到第2个阶段，就是旁观者阶段，会请我们团队的成员还有我们身边的亲人帮忙看，邀请他们边跟边画。在这个过程中，团队的成员会有序的追问，你这节课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画这张画？你画这张画的过程中的每个步骤是怎么做的？具体到每个步骤还会追问，这个步骤为什么要这么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目的、原因、步骤，也就是分别对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在循环的无限追问过程中，把里面的每一个迷雾区域全部都挖出来，直到团队的成员和他们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都跟着画出来了，并且学会了，表示懂了，那就 OK 了。这就是发现诅咒的过程，这能够很好的帮助一个画画的人觉察自己的作画过程。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作者，如果不是做教学的话，是很难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画画的，因为画画基本上就是个心流状态，是不知不觉把画画完的，很少会停下来理性的分析自己怎么画。而这个发现诅咒的过程是需要借助各种手段，反复的从自我之中跳出来，持续的进行对比和观察。那发现诅咒就完了吗？还不够，我们还要想清楚怎么去解决这个诅咒呀。解决诅咒其实就是要设计梯子。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东西很难学？如果把学习一个东西比喻成走楼梯的过程，那么走不上去的原因就是这个阶梯和上一个阶梯之间差距太大了，而老师要做的就是把中间的梯子给补完，能够让学生顺利的走上去。所以老师要针对他发现的这些知识诅咒去设计对应的作业和练习，这也是整个教学制作过程中最累、最繁琐、最考验心智的一个过程。我们要根据这个问题的重点去判断目的是什么，把阶段划分清楚，把具体的作业设计还要落回到实操之中。我刚才说的这几句话就是作业设计的核心要点。比如说在人体绘画中经常会有书籍提到这个几何体概括，比如这本经典的美国人物速写基础教程，它就是几何体概括里面的典范代表。这本书前几章就是在告诉你用各种方式来画一个几何体人体，它会先告诉你练哪些简单的几何体，当然具体步骤是没有的，然后再告诉你用各种几何体来组装人体，有方体的、圆体的，还有方圆结合的。那这种几何体概括是怎么概括的呢？凭什么这块肌肉要概括成球体，那块肌肉概括成方体呢？要概括多大？在以往的很多教学视频和书籍示范中，老师都是徒手的开始从一个几何体画出来，然后画各种不同的角度，接下来让学生跟着练。但问题就是在画这个人体的时候，你是怎么画的？我们要区分阶段和重点。如果你是对着照片去画这个人体，你旁边有具体的参考，那么这个几何体概括能力的重点其实是以观察为主。我们真正要掌握的是如何在这个人体中观察出这个几何体模型。徒手画几何体，包括画不同的方向，那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运用在创作阶段。注意我刚才的表述，我就是把这个问题认真的划分了2个阶段，一个是对着照片画的写实阶段，另一个是在脑海中想象进行创作的阶段。把阶段划分了以后，就可以继续在这个阶段里面找重点。那么对着照片画的这个阶段，重点其实就是判断几何体，而不是把几何体凭空想象出来。但是绝大部分教学者却把这2者融合在一起，这就给小白造成了巨大的学习困扰。
其实这个阶段真正有效的训练应该是打印一张照片，或者在 iPad 上面听见一个图层，在上面描着画几何体。这其实就已经能够很好的锻炼你在人体上观察出几何体的能力了，还能够更准的观察出对应的位置。我们只有把问题划分，才能找到更细小、更精准的问题，从而为学生找到更小、更适合的训练方式。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根据我找到的这个具体的设计方式来还原一个更具体的操作练习细节。我以弧线为例，以前很多学生画人体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漂亮的作品，会觉得这个线条好优美，但是他画不出来。那有的老师就会觉得，这么简单的线条还要学吗？这个线条我还能怎么教啊？我随手一画就是一条弧线，就这样画的呀。实际上弧线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要把这个操作的细节给拆分。那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弧线，我们就要找到这个弧线形成的原因。比如说它可以分成3段，它有2个端点和一个峰点，这3个点构成了一条弧线。如何让这个弧线更弧呢？那我会发现从这个峰点过去画一条弧线，然后再把2边补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比较简单一些。你看，这就是把一个复量的问题分解成了3个步骤。虽然我们都想象自己是一笔画完的，没关系，一步一步来嘛。先追求3个步骤画完，再把这个步骤简化成2个步骤，最后再简化成1个步骤。从一开始要求几十秒画一根线，到后面要求几秒钟一根线，逐步的提升难度，把梯子搭得好，小步快跑，其实就很快很顺了。最后我们会把我们在一套课中设计的所有的练习全部打印成册，分门别类，然后我们自己再和一些邀请过来内测的朋友从头到尾全部体验一遍。如果很顺滑的话，那才表示我们刚才设计的这整套作业合格了。通常这么一个作业设计会花掉非常多的时间，整个设计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投入到实际的教学招生中，然后根据学生们的反馈不停的打补丁，具体解释到这个地方还有哪些问题，怎么解决，重新录制补充视频。补丁到了一定程度，我们就会考虑再重新制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更新，持续的成为一个完美的课程。这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基本设计逻辑，也是我们破解知识诅咒的方法。在我刚开始从事美术教学这个行业时，当时市面上有很多教学机构，无论我去线上的还是线下的，由于其公司管理制度的原因，会导致整个公司短视的追求业绩目标，导致所有老师都在拼命的想如何招生的问题。公司根本就没有支持他去做教学，做好一个教学非常非常难的，他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去想这个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很难产生一些具体的收益，但解决这个事情非常有价值。如果始终没有人用心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学画画的这个情况会变得更加困难。正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的老师持续的花时间在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一些好的教材，不然连我推荐的86本书都没有。对我来说，能够让小白真正的学会绘画是一直都在追求的理念。每当我在备课的过程中，不经意的对我的团队成员说，哎呀，我刚才示范的你还不懂吗？这么简单你还不会，你是在耍我。是的，我也会说这种话，虽然都是在团队内部说这些话，但一说这些话，我脑袋里就会浮想起我曾经碰到的那些老师，就是那些我最讨厌的老师，他们也会对我这样说。知识的诅咒就是这样被固化了。希望你们能够和我一起努力，把知识的诅咒给破解。当然，说到最后，肯定会有同学问，维维老师，你答应我6月份上线的人体课，现在已经拖到8月份了，什么时候上线呢？你看我刚才讲了这么多这个设计的环节，你就知道制作一个课程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又割了。好消息是，所有的知识点、所有的作业、所有的作画视频已经全部都初步录制完了。接下来其实是正式进入到了讲解剪辑环节，快的话下个月完成，慢一点的话可能下个月，看我们的制作进度了，你懂的。到时候我会把完整的设计思路和作业逻辑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看，有需要的可以作为参考，学习思路，借鉴这种破解方案。好的，以上就是关于人体绘画学习的一些见解和分享。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记得一键3连。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